咱們檢查一下啊，這個上山的道路，這個道路的兩側，我們在這兒先蓋一個房子，3×3，看一下蓋起来是什麼樣子的。這個遊戲裡面的蓋房系統感覺還是挺好的，就是这個地形不平整，我們也不用去在意，它自動蓋起來了以後，這個房子看起來是不會有問題的。OK， 就這個房子為什麼有一棵樹穿模了？咱們把它給砍了。我們現在住宅區需求比較高一點，所以咱們把這個水源全部連接過來以後啊，我們可以在這個半山腰上去增加幾個零零散散的住戶。其他的地方現在畫不了路了，因為我們現在只剩下3000多了啊。然後我们繼續來蓋房子的話，可以根據這個地形去蓋。這邊來一個2×3，上方的話咱們研究一下啊，這裡3×3。這裡2×2， 3×2，你看每個半山腰上啊，我們就零零散散的，就把這個房子蓋的稍微不規則一點點。你比如說這個房子的對面啊，這裡其實是有一片空地的，雖然我們現在只剩下1900了，我們蓋一個2車道還是蓋得起來。特別寬的馬路就算了，然後把這個節點稍微降一下。哦，降成這個樣子，然後前方呢？我去，它怎麼自動變成一條隧道了？咱們還得讓這個道路去強制一個地面啊！基本上是可以的。就這條道路看起來有點太寬了，其他的沒有毛病。咱先把這個道路做平整了以後，然後再找一條小型的道路，直接把它給升級一下，要有那麼一點點鄉村的感覺，這樣是對的。不一定這個道路越寬越好看，對吧？然後另外一個方向啊，咱們去增加幾個小型的路口。哎，這樣看起來怎麼樣？哎，我們現在村莊的存款變成了-79克朗，這不對啊！咱們再來檢查一下我們城市的稅收問題啊。這個稅收還沒有調整，我們把所有的房子稅率呢提高到12%，然後再把遊戲稍微加速一點。你看，這樣我們以3倍的速度來建設啊。調整過之後，我們每周的收入已經變成了1000多啊，現在夠用了。我還記得這個地圖開局的時候，我們是70萬，不小心就把它給畫完了啊。該抬高的節點抬高一下，這邊也抬高一下啊。我們蓋的這個房子不能太誇張了。高密度住宅區，這個地方不放別墅。我去，畫了這麼大一片地方，然後蓋起的房子沒有多少啊。那麼這個位置也增加一點。你看，在山上有這麼高的一個大樓，看起來是不是有點不合理？這就作為我們這個地區的一個小鎮來使用了。哎，已經有市民搬過來了。我們檢查一下，這邊是2個家庭，然後後方呢，這個有一個小哥在這裡練習太空步啊。在長隆辣條廠當實習生，怪不得是一個精神小伙啊！我們突然又有了1萬多克朗，哎，有了錢以後，咱們可以繼續去蓋小區啊。想一下啊，把這個小區蓋在哪兒？在這個小河的另外一端，這個高速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車輛的。咱們先把這2條路段先刪除了，然後呢，我們在這裡直接增加一個遊戲自帶的一個小立交。這個立交25930，我們還差1萬多。然後我們通過這個銀行的系統啊，先貸款貸6萬吧。畢竟我們畫了立交以後，我們還要接着去修路。只需要把兩邊的道路先去刪除幾節，然後我們再重新去連接就可以了。再找到這個高速公路的選項。另外一個方向，咱們看一下，在這兒。我們把這個立交這樣去放置了以後，由於它跟隨了有一部分地形啊，所以這個高度看起來有點太難受了啊。咱們就稍微平整一點點地形。這個地圖基本上就沒有一塊平地。咱們把刷子大小調到108，在這個高速的旁邊先去畫一部分圓，然後咱們再找一下剛才這個高度的標準啊，咱們對齊一下地形啊，對在這兒，比較簡單啊。最近我們不怎麼去修匝道啊，這個地圖我們修路會少一點。
咱們在這個圓的左邊呢開一條新的路口，這條路口就作為一個村莊來使用。因为最近一直有同学说我们修的路太不直了啊，因为刻意不修直的。前几年去做那个格子城的时候做的确實有點太膩了啊，所以這些同學的建議呢，我們也是稍微聽一點的，然後再把它拉黑了啊。實在想修建格子城的話也可以，這個遊戲是一個包容性比較強的遊戲，不管我們怎麼去修建，哪怕惡搞它都是合理的啊。又給自己找了一個借口，耶！高密度住宅區，這個時候我們直接蓋的稍微密集一點啊。等這片房子蓋起來以後，我相信我們這個城市不會再有什麼住宅需求了。你看啊，我現在是加倍的一個速度。我們從這個位置來看吧，其實它不遠處是有一個纜車站的，這裡還有一個發電廠，所以我們也不用再為他們去修建電廠了，只需要把這個電線桿給引過來啊。這個電線桿在這兒。OK， 電的問題解決了，再把水源給拉過來。OK， 再檢查一下，我們的人口現在3064，每周的收入也變成正數了。然後咱們再把旁邊的這條道路去連接一下，讓我們的市民可以來到旁邊去打工。比如說工業區這裡可以去掏一條隧道啊。我去，這個車輛還不少啊。來，我們檢查一下這條隧道的話，除了這個隧道口看起來有點小氣，其他的沒有問題。我去，這個村莊建設好了以後，這麼快來了這麼多車輛啊！咱們還需要在旁邊去建設一個消防站啊。現在這個村莊的風險指數是74%，咱們直接把這個消防站放在這兒，然後呢，再觀察一下，它馬上就會出車了。來，稍微跟蹤一下啊。正在前往紫檀住宅區。哇，這個村莊現在3000多的人口了，終於有了自己的消防車了。我記得在我們前2期去建設的時候，有一個房子它已經燒毀了，順利的把火給滅掉了。就這個消防車，它去往我們村莊其他的方向，好像路途也可以啊，基本上有2條路可以走。那就暫時先不管它了，咱們再檢查一下這個工業區的車輛，應該是可以通車的。有市民從隧道裡面出來了，上班途中，他們步行能走到這個位置，咱們就暫時可以先不為他們去修建公交車。但是鑑於我們現在人口增加呢，他們可能會需要新的工作需求，咱們就在上方去繼續為他們平整一塊地形。OK， 然後咱們用這個護岸的工具呢，先按照這個階梯啊，先去大概去畫一條直線。哎，鑑於每位同學的口味都不一樣啊，咱們這個道路偶爾畫的直一點，偶爾去畫的歪一點。OK， 那麼現在這個道路是夠直了，不過我們下方已經出現了新的問題啊，犯罪率過高。垃圾已經堆積成山，也就是說再不為他們解決工作的話，這些市民會餓死的。我們在山上呢，先去建設一個小型的辦公區，要不然這個房子高低差異有點太明顯的話，也不太合理。基本上每個房子可以為他們解決10幾份工作啊。咱們再去把這個電源看一下怎麼連接。這個電源連接的話，咱們可以在旁邊去放置一些停車位，每個停車位自帶的有一部分娛樂值。然後可以讓旁邊的房子升級了以後搬進來更多的人口。已經好久沒有去建設停車位了，我們這個時候放一個大型的以後啊，這個車輛瞬間停了有一半。我們隨機的去點開幾個市民去檢查一下，他們應該是旁邊的居民，在三叉戟會計行工作，上班途中。先不着急為他們建設公共交通啊，我們把這裡的房子全部鋪設好了以後再說。更多的工作崗位直接放置吧，稍微快一點。你看批量蓋起來的房子，有的時候它是自帶有一部分造型的啊，一下子把村莊的工作問題徹底給解決了。來，我們再去下方的這個居民區看一下啊，市民生病了。這個市民生病的時候，我們把這個鼠標點在圖標上啊，
會顯示這個生病的具體原因，是因為土地已受污染。不對呀，這個地方怎麼會受污染啊？這個地方我們檢查一下啊。垃圾已經堆積成山。那麼這裡生病主要是旁邊的這個垃圾啊，長時間沒有汽車過來收，所以咱們需要在附近的工業區建設一個新的垃圾處理廠、回收中心。來，我們再貸點款，把這個回收中心直接放在工業區的內部，它是不怕污染的。然後把它建立了以後啊，基本上這個垃圾車就會出动，去往我們新建立的工業区去回收垃圾。